Hello，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这个星期你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好好学习中文呢？今天呢，我想聊一个有一点点沉重的话题。就是最近我看新闻，就是经常可以听到，亚裔在美国被袭击的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痛心。我相信你们可能都知道，在1月31日，美国加州有一名91岁的亚裔老人在街上被人从后面推倒受伤。3月16日，亚特兰大按摩中心有8个人被枪击身亡，其中6个人是亚裔女性。3月17日，在旧金山有一个75岁的华裔老奶奶在街上被突然袭击。我觉得从新冠疫情开始，针对亚裔的歧视、仇恨的事件也不断的增多。我在加拿大也能够深切的感受到。我记得那时候，那是在去年5月，加拿大的疫情呢，差不多算刚刚开始吧。然后当时呢，在路上，只有亚裔是戴口罩的，其他人都，你都看不到有其他人戴口罩。然后呢，因为当时在中国的疫情已经非常严重，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意识，我们都知道，就是戴口罩可以有效的保护自己和保护他人。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在街上是只有亚裔，是戴口罩的。然后呢，当时我是戴着口罩在市中心的地铁站等地铁。这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男子，他经过我的前面，然后他对我竖了中指。其实我看他的长相呢，我并不觉得他是加拿大本地人，他也看起来不是白人，但是呢，肯定不是亚裔，所以就是我当时我是觉得就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加拿大碰到这样的事情。后来我回到就是我住的地方，跟我的室友聊起这件事情，然后他也跟我说，他在地铁站也碰到有一个男子，就是对他大喊大叫。当时他也是戴着口罩，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在当时的加拿大，他们就是有些人的意识里面，他会觉得。中国人是病毒的传播者，而且他们对于戴口罩这样一件事情，他们不认为戴口罩是保护自己或者保护他人，他们可能会觉得你是有病，你是生病了才戴口罩，所以他对你就会有歧视。在当时我也有听说。在蒙特利尔唐人街门口的一对石狮子被别人蓄意破坏。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了解，在家宅门口放石狮子呢，是中国的一个比较古老的传统，因为我们相信石狮子有趋吉避凶的意思，我们相信石狮子可以保护家宅，可以保护住在家宅里面的人。那我觉得对石狮子的破坏，其实也是一种仇视亚裔、仇视亚裔文化的一种表现。但是我也想讲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在加拿大也有看到过有人在门口放石狮子。那家人家就住在我们学校的旁边，其实是2家人家，有一家人家呢是在门口放了一对石狮子，还有一家人家呢是在门口放了一对仙鹤。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是仙鹤在中国人眼里是有长寿的意思。所以当时我路过看到的时候，我就在想，可能这2家人都是中国人吧，但是后来事实证明不是，他们都是白人，我的感觉是他们应该是当地人，因为我听见他们说法语是魁北克口音的。
所以我就在想，就是也真的有那么一部分人，他们对中国文化是喜爱和欣赏的。因为最近相关的负面新闻非常的多，所以呢，我爸妈也非常担心，就是我在国外是不是安全。经常提醒我说，如果你出门一定要小心，要看看旁边有没有奇奇怪怪的人之类的。那对于我来讲，就是总体来说，我还是非常幸运的。除了去年我在地铁上碰到的对我竖中指的那个男人以外呢，我遇到的所有人，在加拿大遇到的所有人对我都是非常好的。就是我在这边，有朋友，有很多朋友，就是有朋友是来自魁北克当地的，有些朋友是来自法国、欧洲的，那还有一些朋友是来自南美的。我觉得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有极大的热情，而且都是非常尊重、非常喜爱的。而且就是他们对我就是真的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在一起就是出去玩呐，一起吃饭啊，也都是非常的融洽。我特别要提到的是，有一对从美国来的夫妇，他们其实是传教士，他们的年纪就跟我爸妈的年纪差不多，他们对待我就像对待他们自己的女儿一样。他们知道我一个人在加拿大求学，然后经常就会请我到他们家里吃饭。比如说圣诞节啊、感恩节啊，他们都会让我到他们家里去吃饭，跟他们的家人一起度过节日。对于我来讲，就是他们家就好像是我在加拿大的第二个家一样。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在他们眼里，从来不会觉得哦，他们是美国人，我是中国人，有什么不一样？从来都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他们两个人呢，以前在中国住过2年，在广州的一所大学里面教英文。就是我真的发现那些真正有去到过中国，真正和中国人有过接触的老外，其实对中国人并没有偏见，没有歧视，更加没有仇恨。反而是那些可能他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己的地区，然后可能他们接触到的信息也只不过是他们的国家电视台或者是地区电视台，他们从来没有走出过自己的国家，从来没有看看外面的世界，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也从来没有跟中国人打过交道。反而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中国人有太多的偏见，有太多的歧视。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中国也不再是100年前的中国，中国人也不再因为自己的国家弱而选择忍气吞声的这样一个民族。就比如说我在视频刚开始的时候提到，在旧金山有一个75岁的老人，在街上无缘无故被白人殴打的这样一个新闻，你们知道后续是什么吗？这个老婆婆她已经75岁了，但是她当时面对这样的一个暴徒，她选择的是反抗。她在路上捡起一根木棍，然后把施暴者打到进了医院，然后脸都打出血了。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心里是觉得我非常的佩服这个老奶奶。当我们遇到不公正，当我们遇到歧视，当我们遇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要反击，就是不应该就是一味的选择去忍耐。我觉得种族歧视，这个话题呢，一直以来都是比较敏感的。那我的这个频道呢，是一个学习中文的频道，不是时事评论的频道。我自己个人也不愿意把
也不愿意牵扯到太多的政治话题。那但是我觉得就是歧视亚裔这样一个问题，应该跟歧视黑人的问题一样，受到大家的关注和重视。我们亚裔这一个群体也应该团结起来，向仇恨和歧视说不。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希望你们都学习到一些新的词汇、新的用法。那如果你们对这个话题有任何想法的话呢，你们可以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但是我真的非常不希望听到有任何恶意的评论。好啦，今天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